大家好，我是瘦猴，好久不见啊！2022年都已经过去了，接下来2023年呢，我又有新的旅行计划来给大家分享了。这一次我准备自驾出国了，是自驾，我开车出去，并不是背包。来，锄头，也好久不见锄头了，在家里过个春节也是吃的又白又胖。来，锄头上来，跳，跳，跳，从这里跳。这次我在家里休息了20多天，舒舒服服的给自己放个假，过了一个春节。断更真的会上瘾，断更一天又想再歇一天，就这样子一直拖到了今天。不过现在呢，在家里也没有其他的事情了，出去旅行的计划也该摆上行程了。首先是这辆车呢，因为出国的话要找一辆靠谱的车，还有就是一定要省油一点的，这个实在是太费油了，一个油老虎。也有朋友对这辆车有意向，所以说这辆车我就已经预定出去了。接下来我准备买一辆比较省油的 SUV 出国，因为出国的话要办车辆的出行手续 ，ATA 单政策也是要10万块钱的押金，而且把车子也要开回来，所以说靠谱的车也是很重要的。说了那么多，还没告诉大家我想去的是哪个国家呢？因为现在呢，就是跨国自驾的话难度比较大，所以说我这次只规划了去一个国家，就是俄罗斯。但是我是从了解的是满洲里口岸出发，然后开车去往莫斯科。这一条路线呢是来回的话，就是直线直导航来回的话就要1万公里还要多。我已经把路线都规划好了，规划了有20多个打卡点。这样的话，整趟下来我估计有近2、3万公里了，非常的时间也是比较漫长的。这是我之前就办好的护照。上一次给大家说这个护照的问题，还是我之前分享想去俄罗斯的一个计划呢。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口罩问题呢，然后之后就没能出去。所以说这次又是继续我之前的一个计划吧。然后这是一个驾驶证翻译件。因为我了解了办俄罗斯签证的话，是2月6号旅行社这边可以开始代办。如果现在去办的话就不太好办，因为还要办商务签了3个月的，然后那样的话还需要邀请函，就说比较麻烦，所以我等到2月6号要再办。在签证之前还要有一个车辆出行的手续，就是 ATA 单政策，这个可以把车子开出去。办那个单政策呢，需要10万块钱押金，然后也是自己可以很简单的就可以申请办理。所以说要找一个靠谱一点的车，所以我准备买一个新的便宜一点的 SUV， 然后后面能睡觉睡人的那种就可以了。也不需要什么改装怎么样的。买下来之后开始申请车的那个手续，然后车的手续申请好之后，然后就开始办俄罗斯的签证，然后时间是刚刚好的。这是我规划的俄罗斯的路线那些打卡点，然后我都用中文标识给标识出来了。总共是到达莫斯科，会经过一些西伯利亚地区，还有一些很知名的一些地方吧。然后这里还准备了一个翻译机，这是我之前就已经入手的一款，然后一直没有用，非常好用。其实俄罗斯那边的政策是很友好的，是很鼓励中国游客去那边的。然后看了很多相关的视频啊和相关的文章，他们的政策。首先不得不说，我并没有出过国。国外的话，其他一个国家也没有去过。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就是云南、西藏、新疆那边，并没有出过国。而且这一次呢，我也没有找到好的队友和我一起出去，所以我还是决定就一个人出去了。可能会有，所以大家有什么建议啊，也都可以给到我啊。我也是第一次出去，没有经验。还有就是小薇她并没有计划出国啊。今年前半年他就待在国内，可能后半年会有出国的计划。但是这一次呢，我们就也是沟通已经商量过后了，就不再继续结伴了。各自有各自的旅行计划，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，并没有什么。也希望他接下来的路线或者什么都是一路顺利吧。2023，希望我们都越来越好。现在呢，我关注的也有很多旅游主播是已经在国外了，他们也是在各个国家去旅游，去拍摄一些东西。但是基本上大多数都是背包客的形式，都是背包，然后也有个别很少数的是开车，但那也是把车子托运出去的，那样的成本就非常的高了，而且那边就是非常麻烦，
还有就是之前在口罩问题之前把车开出去的，那是更厉害了，就是一直在外面了。所以说现在呢，就我了解的还没有就是把车开出去的，在这段时间里。所以说我准备现在也是了解这个相关的手续、相关的政策，这一点是比较麻烦。不过现在已经确定是可以出去了。这2天我就会把我那个大白车然后给出手掉。很可惜啊，是一辆越野车，还没有越过野。改装的还挺不错。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这辆车。之前的话大家知道他跟我去了青海很多地方，又去了川西的很多地方。虽然很不舍得，但是还是准备把它给卖了，已经有朋友预定了。这就是一辆油老虎，打底15个油，想象一下，就是开起来在驾驶座非常的不舒服，而且也跑不快。显然出国它非常不合适。它的优点可能就是越野性好，底盘高，然后机械结构比较简单吧。可惜我也没有开它去越野。这次卖的比较好的呢是价格也没有说赔多少钱，也就只赔了一个绞盘的钱。虽然这个绞盘我一次也没有用过，3000多块钱一个绞盘。大家知道这辆车里面我改装了床车，内饰也是很不错的。内饰也是改成了一个床车，人家说这是5万的车，50万的内饰。不过这是在房车厂之前改装的，房车厂也没有收我的费用，所以说卖车呢我不可能说还加钱嘛，只能说没有赔钱，我已经偷着乐了。这是一个把这个铺平可以往前滑动，这是一个床车，然后非常喜欢这个窗帘，就是密封性特别好。晚上车里开着灯，把窗帘拉上之后，外面漆黑一片，一点也看不到。很舍不得这辆床车，但是还是已经有预定，我已经出了。因为下面买车的钱，包括办理什么手续的钱，也是一大笔啊，比较紧张。看一下这个地板也很不错啊，这是2个柜子，就是把它做平了，掀开盖就可以放东西的这2个。前面这个座椅也包了一层这种皮垫子，比之前它这个车原带的话是那种布的。而且特别没有档次啊，这看起来就舒服多了。放了一个导航屏，然后其他的就是没有任何问题啊。这边我朋友也在帮我弄这个出国的事项，让我问他一些电话卡用什么流量，他告诉我说我还要买德标的转换插头，之前送我的是英标的，还用什么哪家的电话卡这样子，还有就是用什么地图导航。很多东西啊，他是一个留学生，之前在国外待过很长时间。锄头在打柜子，我爸爸还有我姨父在给自己家做柜子。专业手艺人，这是厨房放一些锅具，这样子把上面也做起来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然后接下来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一下这个出行手续的一些视频，还有就是我出去之后的一个旅行，然后后面也会持续更新。然后这次在家放假，给自己的时间也算是蛮长了。谢谢大家，出图。